体内有病屁先知，屁多的人注意，出现3种症状要警惕。老杨今年67岁了，平时身体还算硬朗，除了偶尔肚子有点胀，别的都挺正常。不过最近他发现自己总是忍不住放屁，而且次数越来越多，还带着股特别的臭味。老伴儿开始还笑话他，可慢慢的，老杨自己也有点担心了。这屁怎么这么频繁？是不是身体哪里出问题了？有一天，老杨在菜市场遇到了邻居老李，便聊起这件事。老李一听，赶紧跟他说：“哎，老杨，你这屁要是特别多还臭，最好注意下，你有没有什么其他不舒服的症状？”老杨一听，也确实感觉最近肚子偶尔会有些胀痛，有时候上厕所还不太顺畅，但一直没在意。老李拍拍他的肩膀说：“你别觉得放屁是小事，尤其你说的这种情况，身体可不能忽视这些信号，说不定肠胃、肝脏有些小毛病呢。为什么会放屁？放屁其实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生理现象，每天每个人都会放屁，可能你意识不到，但平均每天会有5到15次的小屁被悄悄的放出。这些气体是如何在体内发酵产生的？首先需要从食物消化和肠道环境聊起。我们摄入的食物进入胃肠道后，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分解、发酵，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不少气体。大部分屁都是因为食物在肠道中被细菌啃咬后的副产物。吃进去的食物在胃里被初步处理后，会流到肠道，在这里与肠道细菌展开亲密接触。这些细菌会通过发酵，将食物中的某些成分分解，释放出氢气、甲烷和二氧化碳等气体。这些气体积累多了，自然就要从身体里排出去，这就是放屁。不仅是食物，很多气体是直接被我们吸进来的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吃饭、说话，甚至喝水时都会无意识的把空气吞下去。这些空气有一部分通过打嗝排出，但也有一部分留在胃里，随着胃肠蠕动一路向下旅程后，最终通过放屁排出。食物中的产气成分其实也是有排行榜的，像豆子、洋葱、红薯这些食物含有丰富的纤维、低聚糖和不容易被消化的碳水化合物。豆子里的低聚糖就特别难被直接消化，它们一进入肠道就变成了细菌的口粮，肠道细菌们一拥而上，发酵后气体大增，就变成了一个个待放的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并不是所有的屁都从食物里来，有些气体其实是我们平时随意吞咽的空气，一部分空气被胃肠吸收了，但另一部分气体会随着肠蠕动不断往下走，最终从肛门出肠。特别是在吃饭、饮水速度太快时，气体吞入量明显增加。此外，肠道还会吸收一些气体，但当吸收的速度赶不上产生的速度，屁就会频繁冒出来。简单来说，屁是身体的废气，是肠道正常运作的表现。为什么有些屁特别臭？说起放屁，很多人对特别臭的那种印象深刻。其实，屁的臭味背后有很多有趣的生理原因。一般来说，屁的成分大多是氮气、二氧化碳、氧气、氢气和少量的甲烷。这些气体本身是没有气味的，而让屁带上浓烈臭味的罪魁祸首其实是一些微量成分，比如硫化氢和粪臭素。虽然这些成分的含量不高，但由于它们的气味极其浓烈，哪怕是一点点也足够让人酸爽好一阵子。食物在消化过程中会被胃和肠道分解，肠道细菌通过发酵作用产生各种气体，而当食物中含有较多的硫元素时，发酵产生的硫化氢就会增加，从而让屁的味道更刺激。像肉类、鸡蛋、大蒜等食物就属于高硫食物，在肠道中发酵后容易释放出硫化氢，这种气体味道极臭，所以屁也就辣鼻子。有些人可能会发现，乳制品也会让屁变臭，这和乳糖不耐受有很大关系。许多人在食用奶制品后会产生大量气体，这是因为他们的肠道缺少乳糖酶，无法有效分解乳糖，乳糖进入肠道后直接成为细菌的食物。细菌消耗乳糖的同时会产生恶臭的气体。臭屁还可能与便秘有关，当粪便在肠道内停留时间过长，细菌就会不断分解其中的有机物，释放出难闻的气体。长时间的存货被细菌发酵后释放出来的气体堆积在肠道，久而久之，
排出的屁不仅臭，而且量大。所以，有便秘习惯的人更容易放出带有强烈臭味的屁。某些情况下，消化道感染或炎症也会导致屁特别臭。当人体的消化系统受到感染，尤其是胃肠道内的菌群失调时，可能会产生更多的恶臭气体。这是因为有害菌在肠道中占了上风，它们分解食物时会产生大量带有异味的气体，而当肠道菌群失衡，体内的有害菌比例增加，放屁的气味自然也会随之变得刺鼻。除了饮食和消化不良，有些病症也可能会引起恶臭的屁，比如消化道出血时，肠道内的细菌会分解血液中的蛋白质，产生难闻的气体。蛋白质在肠道内的分解过程缓慢，而其中一些分解产物本身带有浓烈的气味，随着屁的排出就会让气味变得难以忍受。3. 屁多的3种症状不可忽视。放屁多有时候不只是单纯的肠胃问题，而是身体健康的一种警示。尤其当放屁过于频繁且伴随一些特殊症状时，可能需要多加留意。一个常见的警示信号是腹痛，特别是和放屁多同时出现的腹痛，可能预示着消化系统的问题。当肠胃炎或肠易激综合征等疾病常常伴有这样的症状，这种腹痛可能持续一段时间，或在饭后更为明显。这类腹痛如果长期不缓解，建议检查肠胃功能，以确保没有更严重的问题。便血是另一个不得不提的警告信号。通常，放屁多和便血一起出现时，需要格外注意。这可能预示着消化道出血或更严重的肠道问题，比如痔疮、肠息肉和肠癌等都可能导致便血。其中痔疮引起的便血通常是鲜红色，而如果是肠癌或其他消化道问题导致的，便血颜色则会更暗，甚至呈黑色或与粪便混合。便血并不是小问题，若频繁出现且伴随放屁多、气味重，可能是肠道中某些不良细菌在活跃，需及时就医检查。体重下降也是一个需要重视的异常信号。如果放屁增多且出现体重快速下降的情况，可能是消化系统正在发生改变。癌细胞的快速生长会大量消耗身体的营养，体重快速下降是肠癌、胃癌等恶性肿瘤的一个典型表现。因此，如果发现放屁多、体重下降，建议及时就医进行排查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放屁本是正常现象，但如果频率、气味和伴随症状都出现了变化，就要引起重视，才能避免可能存在的健康风险。4. 放屁过多怎么办？如果你发现自己放屁频繁，总是忍不住想放，那就说明可能需要稍微调整一下饮食和生活方式了。放屁本身是正常的，但过多的频率确实容易让人尴尬。而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的简单改变，通常能帮助你减少这一困扰。首先，可以从饮食上做些调整，选择更温和的食物，减少刺激肠道的产气食物。进食速度对放屁也有很大影响，吃得太快，消化系统还来不及处理，就已经打包进了一肚子空气。这些多余的气体最后都要找机会排出去，所以慢慢吃才是关键。细嚼慢咽既有助于减轻肠胃负担，还能减少体内的气体库存。尤其是在聚餐、公司午餐时，注意进食速度，避免边说话边吃饭，这样可以让肠胃少些工作量。喝水习惯也会对放屁产生影响，喝碳酸饮料时，摄入的大量气体会加重肠道负担，所以尽量用白水替代碳酸饮料。如果偏好饮料，可以选择低糖低气的种类，避免让肠胃过多接收碳酸气体。生活习惯方面，适当运动能有效缓解频繁放屁的问题。很多人长时间久坐，尤其是办公人群，肠道的蠕动会变慢，导致气体排出不畅，堆积在肠道中。每天抽出10几分钟散步或慢跑，能加速肠道蠕动，帮助身体及时排出多余气体。便秘也会让人屁多且气味重，解决便秘的问题有助于缓解这个尴尬。多摄入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，每天保证充足的水分摄入，能够让肠道保持润滑，减少便秘困扰，间接减少放屁的气味。通过饮食上的小调整和规律的生活习惯，不仅能减少放屁带来的困扰，还能让肠道更健康。屁多、屁臭虽然容易让人尴尬，
但当它伴随特定症状出现时，可能是身体在传达预警信号，比如消化系统问题、肠道菌群失调，甚至肝脏或肠道疾病。放屁多虽然不一定是疾病，但如果伴随腹痛、便血或体重快速下降，就应当引起重视，及时就医排查可能的隐患。身体的每一个信号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，特别是像放屁这样的小事，背后可能藏着健康的大秘密。